早安，早安。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件在家里做的事，就是呢，我要整理我妈的房子。我妈走到现在已经半年了，然后每次她现在这个家，我等于把它当做我的陶艺工作室，然后客厅啊，其他地方就看起来很乱，所以我觉得一直很没有兴趣整理啊。然后我爸一直叫我把它整理好，想说那就用这个假日把它整理一遍好了。因为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屋内的状况还蛮乱。然后我妈就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不想丢掉的人，所以就囤了一堆有的没的垃圾。在我眼里就是垃圾。妈妈好像都有囤积癖。对，妈妈都是这样。你妈也是这样的话，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，她留过什么东西最荒谬、最不该留下来的东西，然后一直放在你家没丢掉。那我先分享一个，家人都有囤积癖，像我们家就有一台倒立机，那台倒立机呢多大？超级大。打开呢是电视的2倍长，我们家是65寸电视哦，它比电视还大。然后倒立机只用了一次，就是刚开始买来的时候把它装起来那一次之后再也没有用了，好浪费钱，超大的，而且那个东西要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，因为那个要丢的话要找大型的垃圾车才有办法把它载走，不然一般的垃圾车它不收。我跟你讲，我家也有倒立机，到底是谁在卖这种东西？所以家长拜托不要再买倒立机了。我爸是真的有在用。我爸用了好几次，现在虽然是收起来在后面，没看过。他现在被放在沙发后面。我们刚刚认识了2年，到现在爸爸可能还没用过。他以前都放在客厅外面，他真的会拉，因为他背不舒服。可是最近一次什么时候？是几个月前了，因为他换了床垫之后就没有背痛。他原本是因为背痛所以才要拉，可是结果是床垫的问题。要买的不是倒立机，对，要换的是你要改变的是你的床垫，你的睡觉。他们都觉得那2000块可以解决掉什么事情，你需要花的是10万块的床垫。通常都是长辈间，他们姐妹，或是他们就在讲说他们家有什么一台那多好用。对，然后就是买一堆垃圾放在大型垃圾放在家。如果真的要买的话，你不如接受别人家。有人要买的话跟我说，我马上卖再去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整理我妈的家。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原本多乱。看到就好累哦。所以其实有时候必须说，有些东西也不是妈妈放的。什么啦？像什么？像是一些杂物的。没有啊，这边都是我妈的东西。那你要看这一区？这纸箱这丢掉很快啊。这一堆东西寄来的厂商寄来，这边就是一些做家事的。你根本没在做家事，所以就最不好意思，家事都是我在做。你看，像这边是一开始就已经先清好一些棉被之类的。我妈真的是买了一堆棉被，然后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，去买那么多花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你要被子吗？然后那边很多杂物。可是我必须夸赞我妈一下，我妈最近丢蛮多棉被，就是该丢的都丢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整理地方就是客厅以及我妈的房间。我妈也是超爱买棉被的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姐住台北，她只要回台中一次，她就要去菜市场买一件棉被给我姐。而且我有个疑问，为什么买棉被要到菜市场？为什么不买品质好一点？他们都买菜市场那种很大花的那种，好丑。不然就是菜市场有那种就是盗版的迪士尼。傻眼，这个迪士尼看到会被搞掉。好了，反正这是我妈的房间，然后里面的衣柜很多她的衣服。然后还有她的化妆台啊等等，我觉得可以边整理然后边回忆一下。对啊。有时候就很懒得碰这些东西。真的，睡觉一下。欠扁。你睡阿姨的床上。晚上鬼压床。我们现在在我妈的梳妆台。然后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画的那个口红爱心吗？就是从我妈的这个柜子里面拿。看一下这个画口红的。有人要吗？叫什么唇彩哦？这是我妈的东西。我妈以前超爱漂亮。其实有时候我有时候梦也梦到阿姨，最近，然后我最近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然后我觉得收东西最快的原则就是全部都丢掉。对啊，不需要留的真的就是丢垃圾桶。真的，我觉得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如果有1年你都没有碰到那东西，代表你真的没有在用了，拜托就扔了吧。这辈子真的不会碰，真的不会碰。妈妈都觉得说，以后一定会用到，没有用过。这边擦脸。丢掉。我妈以前真的花超多钱在保养品上。真的哦，你妈很会花钱在保养品吗？丢掉。阿姨好像真的蛮爱美的。生病之后就没那么美。所以人真的是身体最重要。能用的时候赶快把它用一用。你看，我们找到很多照片，然后你看
你看简雨辰以前长怎样？好丑哦，真的超丑的。小时候那是你吗？我小时候长这样啊。因为你以前脸很可怕，很我国中的时候，在国小、国中很丑啊，可是小时候比较可爱，越小越可爱，然后长大变比较丑。啊，这妈妈跟谁？他哥哥，哥哥哦，就是那舅舅。对啊，哎，你妈以前超美，我妈很正啊，正美，她年轻的时候她是校花，真的。校花，你爸追到，很厉害。我们在整理衣柜，然后这边臭雪在穿我妈都会 P 着，很好笑。这种船就这样。波西米亚风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捡到钱，哎，还找到钱哦，金，哎，很多哎。谢谢 baby。谢东西。谢谢 baby 分红，哎，我们有帮你清哎，你要给我们清洁费。那给我们清洁费。不看钱，你看他看医生的一堆收据，嗯，还有长照的。对。哎呦，就越整理越想哭。这以前我的裤子，然后爸就把它拿穿，因为他有一个外套是一套，太丑了吧？这国中之后穿。整理这个也需要一点勇气。对啊，我觉得很需要哎。我觉得有时候人逃避不想要整理这件事情，是真的太多回忆了。对啊。然后他以前是蛮漂亮的，买很多衣服，然后生病的时候是不能穿，很可怜的。这什么帽子？阿姨，你不要这么前卫好不好？我觉得阿姨很常戴这一顶，他没有戴这顶过，还是哪一顶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帽子啊？他戴毛毛。他爱戴毛毛。什么好看吗？哎，起码我看你这样子也要这样戴，正确戴法。我看，其实蛮可爱的，这戴其实蛮可爱的。有吗？你知道薄纱怎么穿吗？你穿起来。你看，你这样偏耳哎。偏耳。哪会？很好看。你在说阿姨耳吗？说偏耳。什么意思？来干嘛？很像表演者，什么 dancer 穿衣，还是那个五姑阿贝。五姑阿贝，恰恰恰恰恰。好丑。知不知道我妈以前拿来学的小聪明？她就拿橡皮筋这样放在这边，衣服就不会滑下去。哦。然后现在整理的时候就一直很难拉下来。哎，这我爸妈之前也会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个就只滑。没有，这不知道哪一个什么，可能日本小智慧，好吃鸡之类的。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！在说我妈的衣物里面，我选了一件这个披肩，小披肩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还蛮可爱的。他说黑色的穿搭之类的，你看看，它是可以套在头上，很可爱。我们光这个大垃圾袋大概清出6、7袋，对，超多的，现在去丢它。要丢垃圾了。很重吗？好重。这我以前跟我妹最常盖的被子，它叫方块被。然后你昨天盖的那个是叫圈圈被，还留着，好厉害！这种有几年了？是从国小还是幼稚园开始盖，可是我妈也没丢掉，现在丢掉了。要丢了吗？确定要丢，还是拿上去盖？好，这边就是从小到大的所有床单跟棉被、被单，我妈死不丢，然后现在变我要丢。叶子的离开是因为风的追求，还是树的不挽留？这你妈的字哦，不是吧？应该我不知道哎，应该他朋友送他的吧？他有时候真的超中的人，他就很喜欢那种很佛学、很仙的东西，很诗人。好吧，然后后面还有叶子，你还是不知道哪里捡来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写上去。你就把它丢垃圾桶，你真的没水准呢！这留干嘛？啊，这一堆有什么？你知道囤积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些时候拿出来回忆就很好笑。你看这一大本，我们家所有人的护照过期的那一种，过这可以说什么？这是台胞证，中国那种台胞证。啊。 baby， 你以前照片好好笑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好可爱哦，你怎么臭脸啊？
哎、这个就是囤积癖的唯一好处啊，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回忆，然后慢慢挑这样。他以前长这样哎、你确定你没有整形吗？简雨辰有啊，他要整啊。整超大，他整超凶的哎、为什么我以前长这样啊？以前真的，我不会爱你，我可能不会爱你。清出一大堆要资源回收的物品，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塑胶袋了。我们真的用完2卷，很多哎、快20个塑料袋，很可怕我。们清了呀，不知道应该有20几包垃圾了。对啊，很可怕哎、真是一个大工程，我觉得这很辛苦。真的，我觉得这是在帮忙整理家里的工作者也很累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有些职业是那种专门做衣物整理，衣物就是把它丢掉的那种清理师，我觉得那种比较可能，如果真的有需求，可以找他们来清。我觉得早上起蛮有仪式感，因为他们会用他们的角度观察说这个走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个性，然后整理，就是听说会整理出一袋，就是他可能觉得重要的东西，然后就让你们去挑。对，那蛮有趣的。好了，最后一袋，加油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iPhone 15，经过15分钟的洗衣机的洗礼会不会坏掉？我还帮大家解释，Face ID 可以哎。我还帮大家解释一下，刚刚有人把手机丢在床上，然后这位要洗床单，他就把它全部丢进去了。我们3个跟他整理到了一个段落了，就是大概能丢的垃圾都丢了，然后能弄的东西都弄了。真的，我们用了4-5个小时。4-5个小时，可是垃圾真的很多，不要说垃圾啊，就是遗物真的蛮多的。对，里面我们找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是这个，这东西我在柜子里面找到，这东西很神奇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样特别把它放下。这是什么？你恶心哎！不要看那么近，超恶的。谁的啊？他这不知道谁的，应该谁的牙齿吧？换牙的牙齿，baby 是你的吗？我不确定。好深哦。他是把它做成项链吗？对啊，没有啦，没有钻孔，要不然吊饰哦。是分开的。那不知道谁牙齿，可能是我和我妹吧，还蛮有趣的。去验一下 DNA。然后我们还要找到照片，我觉得这些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baby 小时候，好可爱哦，很可爱，还托腮。对，还有他很胖的时候，哪一张？小时候吧，这张。小时候那个可爱啊。然后分享一下妈妈以前，很漂亮的时候，这个。啊，妈妈以前很漂亮哎，这很漂亮。超大张，以前家里都会印这么大，就是洗这么大张的照片。我很喜欢我我妈这张照片，是她以前她超爱爬山，然后她去爬玉山，台湾最高的山的照片。好厉害！你看这看起来很帅。我都不见得爬上。你看，这个哪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去爬。我们重刻她的画面。哎，你妈以前超美，这是她已经生我，这是我已经好像没那么年轻了，可是还是很漂亮啊，就是漂亮，是美女的感觉。你看到她爬山的画面，有时候觉得有点难过，因为就是她他妈爱爬山，可是她生病的时候她很想爬，可是没办法都去不了。那时候我们还跟阿姨讲说，如果她恢复的话，我们可以带她去爬山啊什么的，可是好像最后也没有。对啊，有点可惜。她就在生病的时候就没有很相信自己会好，就蛮烦。那我觉得今天整理他的东西也蛮有趣的，就是有时候看到有些东西会觉得很生气啊，就气到觉得很好笑，有些人觉得很难过，很想他。我们要3个边整理边哭。反正我觉得人能留在世界上的东西真的很少，有意义的东西也很少。但是照片的话真的蛮重要的，照片反而是我觉得留下来最珍贵的东西。我觉得照片有时候就一看就是重回那个时刻，不论是什么时候。对啊，但我好像也没有实际上的，就是我家人，就是比较感情比较深的家人离开。可是我觉得这感觉可以让我提早学会一个课题吧。我觉得，可能在我自己身上，我可能也会很难过。可是仔细想一下，我也觉得说，他可能只是去另外一个地方等你，要不然其实看来他都到最后面生病，我觉得再下去，我觉得也都是彼此痛苦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，
某一方面好像这样想也不会到太难过，我觉得好像也都蛮开心的。我觉得想念最难过应该是想念这件事情而不是他死掉这件事情，因为人都会死啊。但能不能走的没有遗憾之类的吧？但我妈应该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，她本来就很豁达，然后这辈子也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。你妈是蛮豁达的。对啊，所以这是蛮好的事情。但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，她在生病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机会跟我讲到什么话，就尤其她在住院最后那一个月嘛，她就几乎没有清醒，所以就没有讲好话。我就不确定她有什么想讲的话还没有办法讲，然后还没有留什么遗书之类的。对啊，就是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吧。就可能现在很常跟你家人吵架之类的，但是如果你想到哪天他真的不在的话，很多话想讲，其实不能讲出来。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想整理这些东西吧。就一个人整理很多东西很麻烦，然后又很难去想那些回忆，就这样了。然后现在他的房间就要变我们之后的工作室。我把我的陶艺东西全部搬进去。我已经能预期你妈一定很不爽。哪有什么好不爽的？因为那间比较大。然后我的窑也放在那个阳台那边，所以以后要烧东西就比较方便。谢了好吗？就这样咯，拜拜，拜。Nothing left behind. Sorry I got overzealous. Real love just makes me jealous. 这个是我觉得我躺过最舒服的棉被，没有之一，是最舒服的棉被。你真的凉而且我觉得它是真的很亲肤对，很轻浮。因为你都盖着裸睡。我们自己都是裸睡的。对，这个你们平常哪有？我们有啊，有我都裸睡啊。我现在其实